欢迎大家来到了2024年的2月25号的直播啊！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准备了满满的内容啊！我们今天整个星期天都没有玩，没有出去啊，都是为大家准备直播的。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去年的7月5号，我们是好久没有见大家了啊，所以今天叫多点朋友来，好不好？我们也是啊，看人数啊。刚才跟 Rich 开玩笑，我说今天晚上要留多久啊？有看大家的人数，他说可以留到今天的 midnight，通宵回答大家问题。那我看要看人数了，是不是啊？人数多的话，那给我们鼓励多一点啊，让我们的付出的价值有所这个值得那也是在这里再一次给大家打个招呼不做大家有点晚了但是还是可以的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然后如果是朋友的话，新朋友可以留个言打个招呼告诉我们你是在哪一个城市的。老朋友的话也可以打个招呼告诉我们有没有想念我们那今天还是很难得找到 Rich 他以前的直播都是出去玩的，这一次我把他也拉进来了，因为他最近投资股票的成绩真的是非常好，我都觉得他是非常好所以呢，大家一会儿有兴趣想问他什么问题，包括他的技术分析现在是很厉害的你想他帮你做哪一个技术分析的股票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我们一会儿可能了选最多人想要看的那一个叫 Rich， 马上及时给大家做一个技术分析，好不好？那如果人数多的话，可不可以做2个？可以没问题那人数再多的话，可不可以做3个？可以可以。你刚才说留到 midnight那人数很多的话，那我们也是尽量叫 Rich 做多一点，好不好？那今天呢晚上呢，我们也时间有限那今天呢我们是准备了很多内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有6个大主题，那也不知道大家对哪一个主题是最有兴趣的。那如果你对那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呢，你就写那个英文字母就好了。那 A 就是我们对于美国经济的看法，到底加息和降息对于整个股市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那如果你对 B 的主题有兴趣的话呢，就写 B。那 B 就是中国经济包括内房，包括中国的股市到底有没有出路呢？到底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呢？那如果你对 C 这个主题，就是中概股的未来如果你对这个板块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留言区写 C 那 D 呢，就是我们来访问一下 Chief Papa 他的2024年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你们也可以说不要看我的也可以看Rich 的技术分析，低买高估的策略也可以所以大家告诉我们你到底要看什么，要看我的投资策略，还是要看 Rich 的低买高估的技术分析的那些技巧那一呢就是这个 Q&A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问你们想问的问题，或者是如果你对某些股票有兴趣想问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去问，然后呢我们现在也可以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技术分析然后 F 呢就是如果你对于怎么样能够改善你的投资的回报或者是你投资的系统也怎么样去改善这个具体的步骤到底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F 那我们哇，好多人什么都要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就来看一下你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对，然后我们着重的讲那一个板块那当然，如果你们想听我们多几个板块也讲得深入一点的话，那也是一样邀请多点朋友来，因为邀请多点朋友来的话，我们就时间讲长一点，就可以讲多一点内容深入一点，好不好 ？OK。那我们再看一下by the way， 现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新朋友可以到 Facebook 去订阅我们，也可以在 YouTube 订阅我们，还有Instagram 3个都可以订阅我们那除了这几个之外呢，其实有其他很多的人都在假冒我们那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是只有这3个平台的那当然，另外我们还有 B 站和小红书那除此之外，如果你在X 或者是你在 TikTok 抖音上面看到 Chief Papa 的面孔的话呢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假冒的账号，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对，最主要是假冒我们的人有可能是骗子，骗了大家去买一些被套住的股票，那就
受骗了就不好了啊。所以没有订阅马上订阅，订阅完之后你以后再看到，哎，我已经订阅了，在其他的就不用看了，是不是啊 ？OK。那另外呢，除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外呢，也是盛意的邀请大家订阅 Rich 的一个新的频道，叫 Hi I am Rich 这个频道大家看到到今天下午才只有581个，对吧？也开了多少个月了？开了应该有3个月多一点，3个月才只有581个，是不是86个还是581个，是不是要鼓励一下 Rich？特别是如果你有进去看过 Rich 所做的视频的内容他做的研究非常的好，付出的价值，拍的内容，连我看完之后都觉得有价值都是他独立做的Rich， 我想问你了，你在这里也花了好多时间在这个频道里，你为什么你白天还有其他工作的还有我这里的工作要做GMT还有你自己要买股票你为什么又花这么多时间来做这个频道呢？给大家讲讲，看你频道还有什么好处呢？两个讲讲。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爸爸也有个很好的妈妈然后呢我觉得我这个频道呢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有共鸣的东西包括一些个人成长的话题，包括青少年和一些子女教育的话题呢，这3个方面也是我比较有兴趣和有共鸣的那如果你对于这3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点我的 YouTube 频道给个订阅，然后呢去看我的影片。那我会在当中会陆续的出一些影片那大家也可以记得关注哦。其实不光是年轻人连我看完都觉得好，然后给我的同年龄的朋友，他们看完之后都觉得哇太好了，非常好。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记得订阅了之后之后慢慢的去看，然后看的人数多了 ，Rich 又可以拍下一个视频了，是不是？OK， 那我们再一次问大家一下刚才有的投票还没有投票的赶快投好像是BCD 多一点BCD， 那我们美国的就讲快点了OK 还没有投票赶快投最后投票的时间那在这里有没有老朋友在这里我们这个7月份上次做直播是7月份对不对那也道歉为什么呢？上次有讲过这个新冠疫情的封控结束了又可以 travel 旅游了，所以呢太太跟我说你好久没有陪我去旅游啦，过去3年没有旅游啦，所以我欠了太太很多的旅游债，所以去年的8月份开始也去了世界好多的地方那今年呢我看大家人数踊不踊跃，踊跃的话我留在这里多一点给大家做直播那当然大家还想问一下，如果我不在的话，只有 Rich 的话大家欢不欢迎只有 Rich 来做直播，还是你不来看或者大家如果想七爸爸以后多点做直播的话呢，你可以在留言区写想那我们就知道想什么想 Rich 想七爸爸那我们就知道七爸爸你去旅游的同时你也要做直播给观众好 OK 那好了有人说每个星期那希望就是大家多点分享人数多我们才觉得就是付出有值得嘛，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好像不值得好了都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了，我们先讲一下，好像美国的感兴趣不是太多，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对吧？那美国的经济呢，我在2022年是不太看好的那为什么不看好呢？不是个人的这个主观的意愿，我们是看数据的当时也有解释，我们看的数据是那个孳息倒挂图yield curve， 当时2022年呢有一个孳息倒挂，所以呢而且倒挂了蛮厉害的所以这个数据市场的数据告诉我们2023年的美国的经济是不太看好的所以当时我也分享了，所以2022年的美股跌下来我们是避开了到了2023年的年初的时候2月初的时候，今天我刚刚看完看回我的那个视频YouTube 的视频我当时也讲过这个 curve 这个倒挂的 U curve 这个孳息倒挂图，在那时候呢那个原作者
就是创办第一个这个说这个知识倒挂图的那个发明家，他就说这个第一个他就说，哎，这次美国的经济可能这个知识倒挂图不太管用了，所以当时我也做了一个视频说，哎，今年的美国经济可能没有事先想的那么差当然这是2023年的年初。然后呢，我就结合当时包括巴菲特也讲美国顺风的年代已经是改变了，有几个宏观的因素正在改变了包括跟中国的关系，包括是这个加息的年代开始了，紧缩的年代开始了，不再是降息的年代了所以整体来说，我对整体的美股是比较谨慎的不代表它不会涨，也不代表它会不会跌，但是我比较谨慎的，但是我唯独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看不透的一个股票市场里面，我们要专注起飞的行业，对吧？选股五部曲大家有没有听过选股五部曲？我们的框架我们平时都有讲，用选股五部曲来选股票的话，第二个步序就是选择起飞的行业。我们在去年的年初是大锣大鼓说 AI 要起飞了。是不是记不记得所以呢，我们是看好这个起飞的行业，而且我们在起飞的这个 AI 行业里面再一次强调就是10倍股要找10倍股所以呢，之前我们最看好 NVIDIA 也涨了4倍，去年涨了4倍从200块，我们一会儿有一张图去年的元宵节给大家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有讲过，那个 NVIDIA 当时是200块，现在是800多块，涨了4倍当然这个 Rich 也是根据了这个框架和这个行业这个在这里找到了 SMCI， 一会儿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他分享一下他怎么能找到 SMCI如果你想这个Rich 来分享一下他怎么可以找到 SMCI， 而且买卖的时间点是非常的准确买了2天之后就涨了多少？好像涨了我要看一下我看一下，我记得是超过30多个 percent，2天买了2天就超过30个 percent结果是涨了3倍多，是不是你当时看的是290多块，300块。我第一次是去年的时候在 GMP 跟同事分享的，对，当时290多块，我看到那个跟另外一个 GMP 的同事也是在 GMP 分享的，做了深度研究，290块结果你是多少钱买的？315买 SMCI结果就1个月之内涨到1000块。最高1000你是多少钱放的？我陆陆续续有放一点那最高的时候是970多，卖掉了最后的 SMCI 970多全卖掉，结果第二天涨到1000多就跌到800了，对跌了20%了，跌到800了。OK， 怎么这么厉害？想不想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真的是太神奇了，连我都觉得他好厉害大家觉不觉得？第一个觉不觉得Rich 很厉害？有的话给他鼓励一下年轻人需要点鼓励，是不是第二个想不想知道他怎么找到的？OK， 那我们说回这个美国的经济，所以呢，去年第一个经济是比预期的强。为什么比预期的强呢？首先这个要说的是，拜登政府把很多的美国企业的生产业是搬回到了美国本土。它有这个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 还有其他的措施，使到很多的这个企业的生产搬回了美国，特别是新能源晶片也有一些是欧洲这个能源的成本太高了，也是搬走的时候是回到了美国。所以美国的这个就业是去年是特别的强，有了强劲的就业之后，消费者的信心来了有了消费，这个经济就强了。再加上企业去年大家的企业都是在赶进入这个 AI 的竞赛所以呢企业的投资也增加了，使到你知道 GDP 里面消费企业的投资还有政府的支出。政府支出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府也是去年赤字是最高的，历来最高的那这些赤字都是拿来花费大兴土木搞基建，拜登政府搞基建，所以3个马车
都是快速的在走，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去年的经济要比预期的要强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本来这个已经受控的下降的那个通胀，现在有反弹的一个迹象。有了这个反弹的迹象之后呢，我们现在预测啊，第一个，美国的这个失业率这个还是很强劲的情况下，通胀还是很高的情况下，这个美国降息的本来看是3月份会降息的当然我在 GMT 里面一直说，没有那么乐观的，没有那么乐观的。现在大家预测是到下半年6月份才有一半的机会会降息一半了当然我个人还是有保留的，我觉得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往前推的话，有可能这个降息的时期还会往后推的那美国不降息，就代表着美元强，美元强的话，代表着资金还会跑到美国市场，因为美国这个利息高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对整体的股票市场，全世界股票市场都会有点影响，有点负面的影响。特别是美元强的话，在香港的股票这个用人民币赚的是人民币，但是计算的是用港币，港币又跟美元挂钩，所以对香港的股票也有一点不利的因素。再说强美元，香港人现在都不在香港消费了，因为美元就强港元，强港元，香港人就去日本大陆消费其他的货币了，对吧？所以这个香港本土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那说回美国的经济呢，我个人看是现在还是强劲的，但是根据这以下的预测不是我预测的，是美国的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国会的那个政府部门来预测的，他们预测今年的经济会放缓 ，OK。第二呢，失业率会增加，第三，通胀可能会下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之前也讲过，股票市场其实有3个周期来影响它的，在这个经济的周期里面呢，对股票是今年应该会降温的当然还有资金的周期，还有情绪的周期。那资金和情绪的周期呢，我觉得用技术分析来看是比较更加这个 up to date 更加是及时一点。所以讲到了这个技术分析我已经觉得 Rich 要比我厉害了Rich 交给你来给大家大家想不想听想听？我看刚才仔细一点还是说 A 的好像很少好像很少那就不讲了，是不是飞了吧？大家看看要不要 Rich 仔细一点讲，还是随便讲一下就飞了来，马上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我也喝口水他说罗非鱼，我看了叫飞我一看个飞OK OK 那我看到还是有人有兴趣的。那这里呢，刚才我们看到了经济对于这个影响，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另外这个是资金的影响那这里呢，我显示的这个是标普500的这个大势的股价图然后呢，下面这个是我之前在技术分析的那个影片里面有说过的这个有没有看过那个有没有看过？看过的有可以告诉我们，那就可以讲快点了这个是移动平均线的市宽，而这个呢是创新高和新低的这个市宽那我们看到呢，在去年的11月到现在已经是涨了很多，然后也是走了一个3-4个月的一个走势，也是蛮强劲的而现在我们看到呢，短期之内有微调的这个机会调整的机会也是蛮大的它有可能会回到一些移动平均线，或者是这里是一个支持位的区间，大概是4800左右可能会有一个支持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调整的机会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市宽的指数，我们看到呢，现在股价这个市场的股价一直在往上涨，一直在破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市宽的比率呢是往下走的，那代表什么呢？第一，这些股价大于50天线和200天线的股票呢是越来越少的也可以说是越来越少的股票是参与了这一次的走势。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创新高的股票也是越来越少的啊，那这个也是一个不太健康的信号，代表可能有一些股票现在呢已经是在开始比大势更快一步有一个调整啊，比如说SMCI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之前涨了很多很强劲的一些股票啊，例如一些科技股等等啊，我们看到整体的大势现在也在破新高，但是呢，这些以往在过往3-4个月非常强势的那一批科技股啊 ，SMCI 啊，CrowdStrike 啊，或者是包括微软啊这些股票等等啊，他们也是开始没有破新高，然后现在呢，这个创新高的股票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无论是移动平均线的市宽，还是这个创新高新低的市宽呢，也是跟大势有一个背驰的走势，所以呢，短期之内它调整的机会也是蛮大的啊。那如果我们来看长期的话呢，其实长期来看依然是非常强势的啊，毕竟我们看到这个泡沫啊，或者是这个板块啊 ，AI 的板块也是刚刚冒起，然后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投资机会，包括 NVIDIA， 包括 SMCI， 也包括其他很多的股票啊，这些板块的也是涨了可能1倍或者是以上的啊，那它涨了这么多之后，有个中期的调整啊，也是很合理、很正常的啊。那而我们来看长期的话呢，也是很有可能会依然很强势啊，这个泡沫呢也是可能会继续的下去。而我们现在来看呢，短期这个调整的机会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这想到泡沫啊，我补充一下我的看法啊，当然只是我的看法啊。很多人一听到泡沫，好像就马上想到泡沫要爆破，对不对？或者是危险啦，危险了要走啦，或者是哎呀要这个离开一点了啊。其实呢，泡沫第一个的确所有的泡沫到最后都会爆破，这个也是真的啊。但是第二个，所有的泡沫基本上会涨到我们不相信，涨到我们不敢相信。再涨，再涨，再涨，然后再爆破的啊。所以如果是用经验告诉我们的话，也是在做好风险管理的前提下啊。那在这里啊，这个很重要的是要做好风险管理，特别也是第一个是做好风险管理，第二是要懂得怎么去看买卖的信号啊，技术分析的买卖的信号。在这2个前提下呢。反而有泡沫的话好好的享受一下，对吧？或者是放一部分的资金去享受一下，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好的一些NVIDIA 就举例子啊，我们在2022年看好的，结果也是随着大势跌了就算买了一只好的股票，它可能还会跌，还会等很久不涨，但是到了泡沫的时候就像 SMCI 买了2天就涨了30%1个月内涨了3倍，对不对 ？NVIDIA 也是在这个泡沫内1天之内1天晚上可以涨100块所以这个就是泡沫用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是一个推动我们加速我们这个看好的股票回归到一个这个 rewarding 有一个报酬的价格的当然前提就是第一个要做好风险管理，不要 all in 了不要全部压住，还有千万不要杠杆借钱去买第二个是要学会怎么看技术分析及时的要走，好吧 ？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了那刚才好像不少人有兴趣看中国的经济那中国经济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我是蛮有信心来讲的，因为我对中国的经济也是蛮了解的自己有做生意，也有在中国大陆做资讯的那个生意也是经常跑大陆直接的去观察。而我个人觉得呢，是整个现在西方的媒体东方的媒体，就是中国的媒体又是过分的看好，西方的媒体呢，普遍来说都是偏向这个看了过分的悲观那所以我觉得我来讲的话是讲的有机会是给大家一个中肯一点的、中立一点的一个
参考点，好吧？因为我不需要讲中国好，但是也不需要讲中国坏，我是用客观的来讲啊。那首先我们要这个客观的讲一下中国经济为什么2023年比预期的要差啊？刚才讲到美国的经济是比预期的好，中国的经济是比预期的差。然后港股在2023年也是比预期的差，去年的2月份港股是回涨了好多啊，但是后来2月份之后就一直下跌，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呢？那其实去年的2月份港股或者中概股，整体来说中概股大家是预测中国的经济因为新冠疫情的封控开始解封了这个新冠疫情的高潮已经过了，解封了。不能再坏了，是不是啊？大家都觉得最坏的已经过去了，不能再坏了所以股票市场当时是很乐观的，因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因为2022年有新冠疫情，把一些问题延迟爆发了。就是新冠疫情的时候人家就是有问题的没有爆发出来，没有人去买楼，人家说新冠疫情，恒大暴雷没有爆，为什么？人家不能出去，所以恒大暴雷没有爆，新冠疫情之后有一些数据就觉得是新冠疫情，到了2023年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反而是本来应该早点爆的，结果到了2023年就爆了所以这个使到2023年中国的经济好像比预期的差，那个股票也是突然之间又差了本来好像是反弹的就差了那在这里面呢几个原因，第一个最大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内房，中国的房价在跌，而且很多人买了恒大的楼或者是其他的楼心里没底，会不会变烂尾楼，或者是一辈子的积蓄放到了楼市里面，如果是变烂尾楼的话，什么心情都没有了，对吧？消费的心情都没有了那恒大的那个债到了去年才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新冠疫情把什么都中断掉了，卡住了到了2023年的时候事情是到了这个破产的边缘了这个所以最终是在2023年的时候许家印被抓起来了或者是行动管制了。恒大也正式的进入了这个清盘的一个程序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整体的投资者包括西方的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债或者股票都是心有戒心，外资撤离，所以港股整体也是跌了好多，而且买楼的人又延迟买了谁敢买，对不对？还看它还在往下跌都是延迟买了所以在这里面的问题是内房是第一个问题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呢是新冠疫情的时候有这个中国大陆有风控，当然有些人说中国跟美国要脱钩，有政治的考虑的确是有这个考虑，但是就算不考虑政治方面的考虑的话包括苹果也看到把所有的生产放在一个国家有它的一个风险所以呢也是要把生产以前是过度集中在中国去年一下子解封之后把部分的生产转移到比如说越南啦、印度啦其他的国家那这样的话中国的出口也是去年是同比增长同年这个跟上一年的同比增长是跌了好多，那这些数字出来都不好，对吧？那中国因为出口少了，产能过剩，以前是投资了太多，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再叠加这个电商的那个越来越这个效率越来越高所以成本降低，再加上这个饼又开始竞争了，内卷了，所以呢，电商平台又是有100亿补贴啦先付款或者仅退款这些优惠的政策出来了所以中国的通缩也是厉害了。OK 所以这个是2023年那当然西方的传媒看到通缩的数字等等都说中国经济完蛋了股价也反映了大家的悲观的情绪我个人觉得呢，到了今年第一个我们看到中国的那个货币供应债务的新增的债务而且货币的供应是往上
这宽松了，好的啊，人家开始借钱了，那借钱去干什么呢？其中就是个人的中长期的借贷，也就是我们听得懂的房贷，买房子的贷款是上升了，而且呢，过了农历新年之后呢，由于不同的地方的政策出现内房也开始回暖了。内地房地产开始回暖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前我们说过，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价在跌恒大造成的一个三道红线，然后新冠疫情，然后恒大造成的一个影响等于是美国的次按危机 ，OK， 中国是内房的危机，那现在有回暖的迹象了所以我们关键就要看内房是不是能够延续现在的回暖。如果是的话，那这个是对过度被抛售的股价会有很大的一个可能会反弹。第二呢，就出口出口那很多这个要搬的就搬走了，对吧？搬走之后搬的时候觉得好，搬了之后又觉得其他地方也有问题，对不对？就跟老婆吵架，我找个新的女的，找了新的女的还是觉得老婆好，对吧？有这个可能讲个故事，对不对？生动点故事不是叫大家出去找女人我只是在大家喜不喜欢听故事，对不对？那第三个呢通缩的话我觉得这个通缩只要内房搞定的话，通缩是件好事了，对吧？消费者更便宜的那我们现在香港人也经常去大陆消费，真的觉得哇东西好便宜所以通缩对我们是个好事，对吧？那当然通缩也不可能无限的通缩下去，一旦这个包括人民币会不会贬值，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那对通缩也会这个有一个支持的作用，就是不再通缩了通胀回到通胀所以这三个关键如果有好转的话，我个人觉得是现在这个股票市场是过分的悲观了当然过分的悲观不排除会更加过分的悲观，但只要这三方面搞定的话一旦外来的资金改变的话那资金涌进来那中国的股票 A 股和港股都会是有不错的一个这个反弹那我刚才说的是经济的周期所以 Rich 资金的周期又交给你给大家做个技术的分析了。好那我看到有人说现在港股今天回到人间了没错，它现在呢从最悲观的14000多重新涨回了16000多，然后呢也是在过去有大概10几%的一个反弹的走势，相当不错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它已经升破了50天线这个是一件好事情然后呢它现在是到了另外一个阻力的区间那它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还是需要继续观察的它有可能会回调回调到50天线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在那个位置能不能找到一个支持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它有可能会继续的往上发展那如果往上突破了阻力之后呢，那下一个阻力呢可能就是200天线，而且在那个200天线附近呢也是有另外一个阻力的区间的大概是17900多点那个位置就是200天线和那里也有一个阻力的区间那港股呢目前的走势我们就是长期的话我们还是要观察它能不能在50天线那里站稳然后呢如果我们来看很短期的话呢它现在其实是到了一个阻力的区间可能它在未来很短的时间之内会有个调整，就是这样。有位网友问了内房怎么能好转，怎么能搞定那根据我有30年的投资房地产的经验基本上房地产我都看准了，没有看不准的房地产永远是受着政府的政策影响的当然中间有一个滞后的效应所以政府可以控制土地的拍卖，可以控制银行的借款，可以有这个政策措施
限购啦、限买啦，或者是鼓励人家去买或者有税务的减免啦，或者是让你动用一些资金退休的资金来买了。包括在中国大陆的话，也有很多的资金是这个退休基金啦、互惠基金啦，包括他们还可以用股票市场，你不用卖了这个对这个发展商的楼不用卖了，租吧，租了之后打包做 REIT 上市。把那个资金从股票市场拿走也可以所以呢，只要普罗大众一看到楼市会涨，楼价会涨的话，这个购买力马上就回来了如果我明天保证你当然没有人能保证但是政府给你有信心明年的楼价涨15%，你买不买？马上买了，对不对当然刚才那个是假设，就是告诉大家只要。所以中国现在我们看到不断的出政策，就是要给大家有个信心A 股的政策房产的政策，一旦有了信心的话资金马上会冲回来买的话那就是好转的原因了机会了 OK 好，那我们看到呢，有一些网友之前也在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 里面有留言，那我们分别呢是抽取了以下的3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问的是，如果经济起飞，代表这个股票的指数一定会起飞吗有没有可能这个股票的指数下跌但是该过货区域的经济一样起飞呢谢谢老师抽空回答。好那第一个我们之前有讲过股票有周期，而股票的周期背后有3个周期会影响它第一个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就是一个经济的周期，对吧？因为股票的价值长远来说就是这个经济好了公司赚到钱了，那股东应占的利益或者所收到的股息也会增加，所以经济的周期一定是影响长远来说是跟这个股票的周期是差不多的当然股票的周期是领先经济的周期3到6个月，因为投资者是在预测未来3到6个月我们看到这个 SMCI 出来了 NVIDIA 出来了，他们未来3个月的指引只要一好的话，股票是马上涨的，所以股票市场领先实际的经济3到6个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第二个影响也是很多的就是一个资金的周期。那资金的周期呢，受着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影响包括加息降息，你的资金的成本，还有能不能借到钱能借到钱去投资，对吧？当然这个也是更加是实体经济的投资那第3个当然sorry那资金的那个借到钱借不到钱，钱充不充裕会影响债券的收益率，而债券的收益率又会影响股票市场，所以还是那个资金充裕的话，债券的收益率下来，债券的资金少的话，债券的收益率上去，就会影响股票市场 OK。 第3个当然是股民的市场的情绪的周期了我们经常也用条线，对吧？这个历史会不断的重演的，就是股民根据他们赚了钱亏了钱的情绪会影响的。一讲到现在港股大家是情绪怎么样没可能好的，悲观的，珍惜生命远离港股是不是一讲到美股美股闭上眼买吧，走势涨的一讲到 Magnificent Seven SMCI 看2000了，对吧？这个是个乐观的情绪，所以这个乐观的情绪和悲观的情绪也会影响大家的买卖。那你没有人买港股，港股自然就跌啦大家冲进去买 SMCI， 管它涨到5000也会涨到6000了，对不对做个比喻所以大家看到这3个都是一个周期但是不会永远下去的OK 希望这个能得到这个圆满 OK。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美国那么繁荣，为什么还一直在借钱呢？2023年借了大概有3兆的美元到底美国政府还能借多久呢？季发你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这个问题，这位观众这个有点基本的概念没搞清楚美国政府不借钱，经济马上衰退。借了钱他要花的嘛，对不对？我们刚才有讲过 GDP 里面政府的开支是4个马车之一，所以政府借了钱花钱，它的经济就会搞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借了钱其实就是货币的流通多了，货币的供应多了，钱多了啊，我们经常说钱多了，其实经济就会好，因为钱多了之后，那个资金的流转也会快了，企业也赚到钱了，然后又增加了个人的收入，又增加了个人的消费，所以这是个良性的循环啊，所以不借钱才是问题，借了钱只要有人肯借给他。当然，这是现在美国的债也是越来越高了啊。但 so far 到现在为止，大家一讲到哇要避险了，好像又跑到美元那里啊买美国的国债啊，所以只要有人在不断的买美国国债，美国的经济还会持续的繁荣下去啊。也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发债啊，它可以有这个贸易的赤字，带动了全世界的生产和进口这个出口给美国，美国进口带动了全世界的经济，所以我们也要讲老实话，过去50年很多的这个全世界经济也是受惠于美国的借贷。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际非常多分析师都极度不看好大陆的经济，甚至还说一定会崩溃。我现在也不敢加码大陆股票。这个我有保留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初的原因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时候，很多人是少去了中国大陆，少去了中国大陆，你就看不到实体的经济了啊，这个第一。然后呢，开始这个西方传媒也是有 confirmation bias， 对不对？不喜欢大陆的政府的话，就希望大陆讲的差一点，你的政府还差一点。然后一旦形成了这个概念的话opinion 的话，那再到中国大陆去看的话，或者我们都带了一个confirmation bias 确认性的偏差的眼睛了。哦，你看中国很差哦，哎，你看通缩又差了哦，哎，你看完蛋了哦，哎，你看什么失业率又差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过度的悲观了那我其实想带出一点悲观也好，不悲观也好，我们都要做适当的分散投资和资产配置那当然我个人觉得就讲到了投资策略了我个人觉得呢，投资策略有3个很重要，这3个当中3个都重要第一个是资产的配置，就是不要全部押注一个股票或者一个股票市场而且最好是分散投资。比如说我是香港人，不要买本地的股票了；台湾的朋友不要买台湾的股票了；马来西亚的朋友不要买马来西亚股票了。就是如果当地的经济不好，我们赚的钱已经辛苦了，或者赚少了钱了，再加上当地的股票又不好了，而我们可能我们那层楼也在当地，那就不好了，对吧？如果我全部是买香港的股票的话，本地的经济不是说在香港买的大陆的股票，如果只是买香港的股票的话，那现在香港的经济不好，我赚钱辛苦了然后呢，我的房地产楼价又跌了那然后我本地买的公司又跌了，那3个打击一起来，那就不好了，对吧？我们要对冲这个风险所以呢我在香港要买一点大陆的企业，要买一点美国的企业，这样的话就分散了自己的风险。OK， 第二个整个股票市场不太好，我们要选择优秀的 alpha 我们叫 alpha 优秀的企业，就整个股票市场好和不好它跟着涨和跌，这叫贝塔有点这个专业了听不懂不要紧OK， 我们以后慢慢学 OK， 那就是 alpha 就是说股票市场跌的时候它也可以涨，股票市场涨的时候它涨得更多，这叫 alpha OK， 所以我们要选一些有 alpha 的强势的股票那第3个当然Rich 的那些技术分析也是非常好如果我们可以做少少的 market timing， 做到低买高估那所以这3个策略一起来综合来用的话这就是刚才很没有太多人感兴趣我的投资策略所以我就分享一点点就算了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那这里呢就问一下各位观众你们包括我现在也问你你觉得今年
最看好的股票是什么呢？啊，我记得你在过去讲很多也是很准的，包括在2022年讲到了 NVIDIA， 当时候我们有个10倍股的比赛啊，我记得当时候我选了个 Unity 啊，现在跌了很多啊，我当时候很菜啊，然后呢，在虎年的时候啊，我记得你讲了中海油，然后呢，也在逆势啊，港股逆势的时候呢，也是涨了1倍啊，这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2023年你又说到，我们应该是要专注于行业啊 ，AI 的行业，还有一些10倍股啊，那当然当中也包括了 NVIDIA， 对不对？然后在过去的一年也是涨了很多啊。那我自己呢，也在2023年啊和2024年年初吧，也把握了 SMCI， 也是 AI 行业当中的一个股票啊。那好了，现在问你了，你现在最看好哪一个股票呢？2024年，哎，这个不要讲了吧，大家都没兴趣，不要讲了吧，好吧？不要讲了是吗？也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我后来就不讲个别股票了？因为呢，第一个啊，一只股票好也不是永远好，对不对？我们要看情况啊，看情况及时的转变的，包括要看技术的分析啊，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很重要的。经常有人来问你那只股票跌了怎么办？你那只股票怎么看？好，这个我说我已经走了，但是我也不可能每次告诉你，可能告诉你的时候你又错过了怎么办？所以我发现经常讲那句话，如果大家包括可能在看直播的有些朋友是不懂股票的，不懂投资的，听了一个号码去买的话，就我经常说的无牌驾驶这就很危险了，对不对？人家在开车没问题，你没有考过驾驶执照去开出了问题了，那就好像害到大家了，所以我就不想讲了瑞奇，所以大家也要给七八法一个承诺，就是你也要好好的学习啊。讲几个做功课有个方向。大家承诺学习吗？你不承诺学习，我不讲哦。你承诺学习的话，那我可以考虑一下，看看大家的考虑，看大家的产力，对，只有2个人说一下，你都没有学习，我怎么知道，对不对？OK 那所以呢我们来承诺学习我们不要做推销今天晚上只做直播给大家价值好不好？不做推销但是如果真的大家要学习又没有找到好的老师的话这里可以有选择好学习的一个工具当然包括免费的学习也有包括要最高档次的跟我们一起每个星期五来学习 GMT 也有你们的选择我们不推销好吧，今天不推销好，那还有一些更新就是我们有一个10倍股的投资秘籍那现在到了2024年那我也会分享我是怎么样用了七发法的这个10倍股的投资秘籍然后怎么样捕捉到3个案例那当中我是会分享我是怎么把握到 SMCI 的那应该是在制作的途中了那我现在制作完成之后呢，就会出来一个2024年的更新版本那大家也可以记得关注。所以这个是好消息有没有10倍股的那个同学在这里已经做了10倍股的那个同学的话，你们也会得到就以前买的也会得到这个更新当然呢Rich 也是很努力的在更新3个新的案例其实 Rich 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你现在告诉我每天要看多少张图200多吧，200多张图除了看200多张图之外，还要做这个课程的案例的分析，还要做我们的 GMT 的课程，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吗？好像还在学车，偶尔我自己的频道要更新，对，还有 Hi I'm Rich， 然后偶尔要在你的频道里面工作上镜头，不是偶然的，是每一次现在是不是应该给 Rich 一个掌声OK 鼓励一下年轻人，是不是七爸爸的亲子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OK 这个是什么？
去年你在元宵节的时候做直播啊，当时你有讲到 对对对 NVIDIA 你看啊，当时211块多啊块啊，我们是有记录在内的然后现在已经涨了3倍多，接近4倍了但大家真的对于788有没有兴趣问一下788？这样吧，现在最看好什么？700多个观众我们给 Rich 先做点工作，好吧？给大家很精彩的看一些技术的指标。你想看哪一个技术这个指标，我们队友统计一下统计一下之后呢 ，Rich 即场的、及时的 real time 给大家马上做个 technical analysis， 给他考验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人数能超过900个我就讲我的看好的，然后你还要告诉我你想看我最看好的美股还是最看好的港股，好不好？我2个队友OK， 看看能不能到900个了 OK。 那 Rich 你这个给大家先做一下你的一些技术分析吧，好不好？可以OK， 那我就不用OK， 继续下去 OK， 能看到画面吗？能看到看到。OK， 有人说最看好的美股，这个应该是跟我说人家要看 CrowdStrike。Adobe 没，我们先看一下投票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投票一下。Adobe 有一个票，CrowdStrike 有个票。这个是 SMCI 抄底价。想知道看好港股，看好的港股。OK， 788要到900个人了。快点，SMCI 有好几个分享出去，叫 Rich 先做给大家做几个 technical analysis 然后分享出去到900个，我就公布我的最看好的，好不好？NET Palo Alto 汇丰银行可以买吗？PNW OK SMCI 好像还是这个吗？还是 SMCI 最多好了 SMCI 了第一个 SMCI 大家热情多的话可以看2个SMCI 最近它涨了很多，然后呢大家能看到那个画面吗？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的话呢，我可以再放大一点那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们的 YouTube 的话呢，也建议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关于 SMCI 的 YouTube 的影片那这里呢，我就直接看这个图表了那其实过去它已经是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来看它现在的波动性已经要比以往大了很多。你看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它也是好像一个攀岩的绳子一样往上涨，一直往上涨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波动性已经是很多了开始有更多的卖方。你看到这个是卖方的成交量已经是有很多了那虽然我们看到在700块这里呢它短短2天有一个支持位然后反弹回去之后，在星期五的那一天呢，它依然是没有破那一天的新高，而且是跌了多少？我看一下而且是大跌了大概11%左右你看到这个波动性也是蛮大的，对不对那而且呢，在这一天上个星期五这一天其实是一个穿头破脚的一个阴阳烛的信号。大家听不懂不要紧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听得懂就听穿头破脚的信号。然后呢，你看到这个成交量也是蛮大的所以呢，如果你想高追，或者是你有高追的想法其实已经是很大的风险。你看，如果你在这一天有高追的话，应该是跌了蛮多的。我印象当中应该20% 了，没有不止你看，如果最高是跌了超过30%所以这个2天之内2-3天之内跌了30%多，其实这个风险也是蛮大的所以对这里呢也是不建议大家去高追的所以呢有同学问这个抄底价在哪里，我们目前是不知道的第一，我们没有水晶球，第一第二呢它现在的波动性这么大，其实也是蛮难去猜测你要不要说猜测，
蛮难去判断它的支持和阻力位在哪里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观察它的走势和它成交量的这个走势。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其实整体的大势也是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有个调整所以呢，如果这个大势也在调整的时候这些 SMCI 的个股也很有可能会有个调整那就是这样。对，大家如果听不懂Rich 的一些 technical analysis 的一些专用名词，不要紧我们都有课程教的那 Rich 你当时怎么能这么准确的在它涨之前的2天捕捉到，给大家讲一下你是看到哪些信号的？其实呢我先说一下我在12月29号这里但那天应该200多块左右吧那天星期五的晚上，在 GMT 有跟另外一个队友在这里分享了 SMCI 的这个股票的研究报告，然后呢，我当时候是看到了一个信号是，等一下当时候呢，我看到一个信号，就是一个叫 William Alligator 的一个信号然后当时候呢，我说要注意一下这个信号的出现当时候应该是这里然后我看到它有并合的趋势出现，然后我就说要注意它之后是往上张口还是往下张口然后呢，后来过了几天之后，我看到我当时回到1月18号吧你是这天买的？对，应该是这里。等一下，就涨之前的2天嘛，这里OK 我们回到了时光导流，我们回到了1月18号，应该这里对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大额张口法已经有一个往上报上去的一个趋势然后呢，我是在315不是最低啦，但也是把握到了 SMCI 然后呢过了315买了，过了2天之后等一下过了2天之后我看一下过了2天之后315大概这样吧，涨了已经有30多%，非常不错的一个回报。2天那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哇，突然之间涨了35%了，好多人已经要没有我当时候在做 GMT 没有时间看当时候在做 GMT 没时间看。那你看到之后，你有没有想要止盈啦、止损止盈离场啦、止赚离场？当时候我是当然是开心的。你要说它涨了2天之内涨了这么多，你不开心？我说我没有心如止水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也是人，我也是有情绪的但是我在后来呢，陆陆续续的有不断的卖出一部分，但是也没有完全的卖掉。OK， 当时候我是想获取部分的利润，然后锁住部分的利润，但是也没有走掉的。直到后来呢，后来应该是涨到了600多块，这里我卖掉了一点点，然后呢600多块卖掉一点点，后来最高是在970块这里呢，900。那当时你卖掉了为什么970块？当时还越涨越快你怎么能在970块卖掉？其实当时候我记得是我当时也是在做 GMT 的那天晚上，没有不是前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就是当时候看到大势已经是涨了很多的情况之下，然后我就在开始计划我可能要减少一点我的那个股票的那个仓位，然后呢因为它未来可能会有个情况，就是会有调整嘛然后当时候应该当时候也是出 CPI 的数字之前的那个星期也是这个市场呢也是不明朗的因素也是多的所以当时候我是选择获利离场。那你一卖完就我先说一下，我不知道它未来会继续涨还是继续跌的，就是我只是在这里离场了，所以之后它就算涨到了
1300、1400也是跟我无关了，就是这样。我记得你卖走了之后，盘前还涨到1050多块，这里1050多块，结果就啪一下子跌下来了。对，OK， 那不要紧。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股票。好，看一下啊，好多人想看，有 CrowdStrike 和 Palantir， 你选一个了。哦，可以啊，我想一下，有没有港股的？我看一下，有没有人？会有人说汇丰，汇丰，我们再看一下啊，其他的，我先看一下 Palantir。OK， 这个公司其实我们在 GMT 里面也有研究的啊。对，我们看一下它的业绩啊，大家应该能看到。有人说新特啊，还有其他的啊，台积电也可以看哦，2269啊，药明生物啊都可以啊。一会儿我们看看啊。其实 Palantir 啊，它我们来说基本面嘛，它的基本面其实是很强劲的啊。你看到它2023年的那个财政年度，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是涨了150多%，也是它那一年首次盈利的一个年度啊，非常的不错。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增长呢也是相当不错啊，也是有一个持续的稳定增长啊。然后我们看到它在公布了业绩之后呢，它的成交量是很大的。你看，我们来缩小看一下，它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呢，是过往这么多年是没有的。你看，它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是过往这么多年没有的啊，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很强劲的动能啊，它可能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继续往上涨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最近你看到整个大势有回调的趋势啊，当然这些个股也是会受到影响的，那当中也包括 Palantir 啊，那如果它回到了一些支持位的时候，而且当时候整体的大势可能已经经历完一个调整的时候呢，可能我自己可能也会考虑到底要不要买入 Palantir 那当然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这里我们不是给大家买卖建议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和分享然后大家也要自己去做功课，然后也要去做好风险管理，还要先学习，对，没错OK， 我看到美团如果说港股的话，最高票数的美团或者药明生物，你选一个了，美团或者药明生物美团的美团这个也是你其中一个看好的股票，对吧？那今年呢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先说一些基本面的东西吧，然后呢其实美团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新年嘛然后呢这个整体的旅游的这个数据和消费的数据呢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美团它除了做外卖之外呢，其实它也有一些旅游的板块的业务，所以你看到它这里也是涨得不错那最近呢，它也是升破了这个主力的区间这里成为了它的支持位，然后再往上一点点，在83，是不是有黄金交叉？这里看一下，还没有，还差一点点，有个黄金交叉。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在83块多和87块多这里呢，也是一个阻力的区间就是这样。那整体的话，我们还是要去跟大盘一起去看的如果未来港股我们现在看到它到了一个阻力的区间它未来如果有回调的话，那美团也有可能会有个回调那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那如果它突破了这两个阻力之后呢下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置呢，就是在200天线和100多块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区间的。OK， 阻力重重。OK， 那好像人数不到900个那我就不用讲我的看好的股票了，是不是
好，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哎，现在那就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啊？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OK，那我们就回去我们的那个啊，所以呢下一章我看一下啊。那这个刚才说了嘛。对，这个已经说了，下一个啊，这个也是说了所以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很遗憾没有到900人，所以七爸爸的看好的港股和美股今天先不讲了我不知道刚才 Rich 给大家的那一个直接及时的 real time 及时的做技术分析对大家有没有价值有价值的话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鼓励一下我们也是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人数多一点，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又会讲多一点，好不好？包括我看到有人说不行，要讲美股吧，不如你不讲也没关系，我再讲一个可不可以？你要不要 Rich 再讲一个？你可以继续讲你的内容我再准备一下准备一下那这样那 Rich 再讲一些的话，还有一点时间，叫多点朋友来看看能不能到900个，好不好？你也想知道我这个龙岩最看好的美股和港股是哪2个嘛，对不对所以呢Rich 讲多一个美股给大家buy some time 大家叫多点朋友来了 OK， 那我们又回到了TradingView 的版面，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再要点时间OK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画面那最后讲一个吧，也是大家应该最热门最受欢迎可能大家最期待的一个股票就是 NVIDIA。那我们在它出了业绩的时候呢，也出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大家如果没有看过那个视频的话呢，也可以去回看那一期视频那这里呢，我再说一下我的补充那首先呢，我要先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个影片当中，我有说到有给大家几张图片，然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放上去，而有很多后期制作来不及。很多的同学有问就是那几个图片是什么呢？不如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那这里呢，我想一下应该 OK。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用图表的角度去判断那个板块是不是强势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板块比如说我现在去搜一下一个板块半导体，那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半导体的主题的 ETF。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从2023年到现在呢，其实它已经涨了多少？涨了85%左右。而如果我们来跟大势去做对比的话呢，看一下大势做对比的话呢，是这一天到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势在过去的2023年到星期五涨了34%，而如果我们看这个半导体的整体的板块，它在过去呢是远远跑赢了大势它是涨了85%多你看到也可以说明什么？就是半导体呢在过去第一它跑赢大势，第二呢它也是在2023年是一个很强势的板块而我们如果要跑赢大势的话呢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在选股5部曲去寻找我们要买的什么股票，对不对那我们找行业呢就是第2步那这里我们看到半导体是一个很强势的行业，而如果我们再去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龙头的股票。那什么是龙头的股票？很明显，对不对？就是 NVIDIA。NVIDIA 呢，我们来看一下在2023年到现在它涨了多少？2023年，等一下。
2023年到现在，我们不从最低的位置说起来，就是只是从2023年的起步点来说，对，起步点，它已经涨了440多%啊，我们不算最高点，就算星期五的收市的时候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选股5部曲当中第3步啊，我们要找好的公司，同时我们要找一些龙头的企业啊，这也是为什么选股5部曲啊那么重要啊，真的能帮我们赚到和捕捉到这些10倍股。你看到，在过去的1年，这个半导体啊85%也不错啊，跑赢了大市。但我们看到啊，如果我们把握到一个龙头股的话，你看已经是涨了4倍多，对不对啊？那有人可能会问，我把握不到龙头股，如果我找一个老二，那找老二投资可不可以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在这个半导体的行业当中的老二啊，就是这个 AMD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在过去涨了多少？你看，也不错啊，1倍多，但是跟 NVIDIA 对比的话呢，也是相差甚远的啊。包括你看一下，在最近这个大势还在继续涨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跟它的表现。最近大势大家有印象的话，它也是在往上涨，对不对？你看 NVIDIA 是远远的跑赢了大势啊，从2024年也是涨了很多。但是呢 ，AMD 你看到它在最近的这1个月在不断的徘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相比这个 NVIDIA 来说是比较弱势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握一些强势的股票的原因啊。那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之前也在那个 YouTube 里面看完了 YouTube 之后，我想到有一些想补充的话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在那个留言区里面，我看一下大家的反应大家有没有兴趣想看一些我之前讲漏的一些补充如果你想的话呢，可以在留言区打一下想，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吧。好。今天 Rich 哇，价值满满了还是不到900人所以我不用讲。那你不用讲了是吧？那接下来就我来讲吧。好，大家给 Rich 一点掌声了OK 也是很多人想的好，那我们就来很快的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呢是我在 TradingView 里面看到的就是一个NVIDIA 过去3年的一个 earnings per share 和它的营业额的一个数据那大家应该能看清楚吧？我这个图表还特意调大了一点那你看到在过去这个数字呢，它是非常亮丽的，它是增长了很多，它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你看到在这个是 Q2 的季度涨了100多%、800多%然后呢 Q3 它的 sales 涨了两倍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涨了1000多%Q4 它涨了两倍多然后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涨了7倍多那为什么它会涨这么多呢？除了它业绩真的很强劲，它有很多的订单除了这些基本面的因素之外呢，其实也跟它过去2022年的那个季度也是有关系的大家也可以想回看一下2022年，其实它当时候呢也在经营上面遇到一些困难，也加上整体的经济环境的影响，所以也导致了它当时候甚至是出现了盈利甚至是出现了这种revenue 倒退的一个情况而我们看到在2022年的时候它的这个基数也是蛮小的，然后它突然间不只是回到了它正常的那个营业额，
而且还有订单增加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很亮丽的数字的增长的幅度啊。然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它还会不会有这么强劲的增长呢？我这里是有所保留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现在的这个 revenue 也好，或者是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也好，这个基数就本身已经是比以往要大了，所以呢，你看到它现在已经是这个分母大了，对不对？就有可能是下个季度还可以下个季度还可以，因为1年前还是倒退的，对吧？对，再下一个季度，这个成长就会放缓了，所谓看起来同比增长就会放缓了，到时候市场会不会哎呀失望了，有所调整？没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哦，对不对？外面没有人这样讲到啊，所以Rich 给他一个很有见地的一个 insight 就是它有可能它也是业绩很强，它有可能也是增长蛮不错但是如果这个它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增长的这个 percentage 低了或者是甚至是低过人家的预期的话呢到底会不会让这个市场失望，或者是让这个投资者失望，然后有一个回调呢？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当然这个是可能是1-2个季度以后的事情那这个是我在反复观看我的 YouTube 之后，我在有一个这样的补充。第一个你拍了 YouTube， 对，第二你也是每天看250张图所以年轻人很用功OK 那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已经超时了大家有没有受到价值有受到价值的话，也是再一次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那鼓励我们很快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有大家的鼓励的话，我们会尽快的安排更多下一次的直播，因为今天不光是我和 Rich 了旁边还有我的女儿 Athena， 还有另外一个队友，4个人整个星期天都在为今天晚上来做这一个安排所以其实我们是付出蛮多的所以也是当然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就是多点人能受惠得到这个股票的正确的投资的一个学习和这个学习的一个体验那也就再次感谢大家，好吧？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